我是一个千亿总裁，谁曾想倾尽财力迎娶的完美娇妻，背地里竟然想要我的性命。而第一个看透这场阴谋的人，只是一个跟了我5年的普通司机。沈总，老周，请进。老周，这个点你不是应该在车库待命吗？怎么跑上来了？沈总，我想请辞。你跟了我10年，从来没提过要走，为什么突然请辞？我不能说，说了全家都活不了。你女儿上大学是我提前发了半年工资，你老伴住院是我联系的专家，在我这里你不是司机，你是我审验的人。这个支票金额你自己填。说完你想说的话，我保你一家。沈总，你身边的人一个都不能信。什么意思啊？您的车正在要您的命，一定找信得过的修理厂拆开检查。检查车？我的命不值钱，您的命值钱。我会查，如果是真的，你救了我一命。沈总，保重。老周不会骗我，那辆车到底藏着什么？到底动了什么手脚？老周说找信得过的修理厂，那我就查个明白。他起疑了，但还来得及。我是一个千亿总裁，谁曾想跟了我5年的司机，在走之前留下一句那辆车正在要你的命，便再也没出现过。沈总，您让我查的老周，他老家的电话打不通，邻居说他一家人昨晚连夜搬走了，没人知道去了哪里。知道了，帮我联系一个人，他叫阿东，城郊那个修理厂的，下午我去找他。需要我安排车吗？不用，我自己开车过去。好的，沈总。哟，沈总，咱们3年没见了吧？帮我拆底盘，全面检查，重点查油箱附近。怎么样了？3年前我看着你提的这辆车，一直 4S 店保养的吧？能有什么问题？有人告诉我这车有问题，你帮我拆开看。我明白了，沈总，您旁边坐，稍等一会儿。底盘护膜完好，看不出拆卸痕迹。不过你说油箱附近，我得拆护膜才能看清楚。拆。沈总，你过来。有东西，能取出来吗？可以拆，就是得先把油箱卸下来。动手吧。沈总，这东西不是原车配件，我修了10几年车，没见过这种做工，这精密度像军工级别的。能看出来是什么吗？说不上来，但这玩意儿不该出现在民用车上。是谁告诉你车有问题的？我的司机，但他昨天辞职了。辞职？还是跑了？跑了，说有人要他全家的命。你拿去找专业机构检测吧，我这儿只能修车，搞不懂这个。你小心点儿，能把这东西装你车上的人不是一般人。我知道。帮我找一个能做电子元件检测的地方，要靠谱的，最严的。我是一个千亿总裁，谁曾想有人在我的车里藏了一个军工级的窃听黑盒子。阿东介绍的人叫老吴，退休前在军工研究所干了30年，据说经手的项目都是保密的。沈总是吧？坐。查出什么了？这是军工级定位窃听装置，集成了实时定位、高清双向窃听2大功能。它的信号是军用加密频段，我破解不了，但我可以确定它能24小时把你的位置和车内所有对话实时传送到接收端。市面上能买到吗？市面上你买不到，我也买不到。这东西的零件是军工级的，生产序列号被刻意磨掉了，但焊接工艺、电路设计骗不了人。能做出来的厂家全国不超过3家，而且每一家都在军方监控之下。也就是说，有人专门为我准备。可以这么说，能搞到这种东西的人不是普通罪犯。沈总，你得罪谁了？安装这东西的人需要什么条件？能进入你的车库，接触你的车至少1-2个小时，懂电子工程，最好有改装车经验，而且他必须知道你的日常路线，知道你什么时候在车里，什么时候不在。这个黑盒能反向追踪接收端吗？很难，它只发射信号不存储，除非你能在他工作的时候用专业设备定位接收端，但那需要……算了，不现实。如果我让他继续工作呢？你想引蛇出洞？他们监听我，说明他们想知道我知道什么，那我就不让他们知道我查到了什么。那这个你得拿回去，重新装向车里。
多谢。能自由出入我的私人车库，近距离改装车辆，悄无声息安装这种设备的人，范围直接缩小到一个人身上。不止一个人。当时我还笑他懂车了，如今看着刹车油护底，我好像猜到了什么。检测有结果了？有，但我不是为这个来的。那全车深度排查，刹车系统、油路、电路，每一个零件都别放过。沈烨，你过来。那是什么？这是一种化学催化剂，遇热会加速腐蚀橡胶密封舱。说清楚，你的车开得越多，刹车油漏得越快，大概2个月后，密封就会彻底腐蚀，刹车油漏光。到那时候，你在高速上踩刹车一脚到底，车都不会减速，会查出来吗？很难，等密封圈烂透了，催化剂早就挥发完了，剩下的就是一个烂掉的密封圈，法医会鉴定为自然老化意外事故，谁也不怀疑。也就是说，这2个月每一次上高速都是在赌命。哼，沈岩，你报警吧，有人在要你的命。报警没用，他们设计的是意外，我没有证据，现在报警只会打草惊蛇。那你就这么忍着？不，我要让他们自己跳出来。我是一个千亿总裁，谁曾想豪车暗藏双重杀局，凶手范围直指枕边人。回来啦，吃了吗？在公司吃过了。那我去给你泡杯茶。今天新配的方子，安神效果特别好。你最近总是睡不好，我看着心疼。这个女人，我娶了她3年了。3年来，她每天等我回家给我泡茶，知道我哪几天压力大需要安静。可是，她也知道我的车停在哪个车位，知道我的行程，知道我的商业对手是谁，知道我的弱点，我的软肋，我最不设防的时刻。趁热喝，凉了就不好喝了。和过去1年的每一天一模一样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还是那个味道，好喝。你喜欢就好。我改良了一下配方，多加了1味药材。你也喝点。我不喝，这是专门给你配的，加了安神的药，我不需要。你身边的人一个都不能信。我是一个千亿总裁，那一夜我假装喝下安神茶，就是想看等我熟睡后，妻子究竟。晚安。晚安。我等了很久，久到了后半夜，久到确认身边的呼吸声已经完全沉入深度睡眠。这个密封玻璃瓶是我下午从公司拿回来的。做完这一切，我看了看自己，准备回到床上。第2天下午，苏婉出门做美容，我没去公司，叫来一个做安防的朋友。沈总，您要装什么？微型摄像头，客厅、卧室、书房各2个，要隐蔽的，不拆开看不出来的那种。2个小时后，6个摄像头全部安装完毕，隐藏在吊灯、壁画、空调出风口里。设备已经联网了，您在手机上随时可以看。这个型号没有红外闪烁，没有声音，市面上最好的隐蔽设备。不过沈总，我多嘴问一句，您这是防谁？防我自己。我的妻子从这一刻起被我放进了监视器。是我。这么晚打来，出事了？他那个司机跑了。跑之前说了什么？说了什么我没听到，但他回来后看我的眼神不一样了。沉住气，东西处理干净了吗？车里的东西应该还没被发现，但那个老周要是出去乱说，我来处理，你在家继续稳住他。我每天给他端茶倒水，装了3年的好妻子，还要怎么稳？快了。每天对着那张脸说那些假话，要不是我1天都待不下去。茶还在喝吗？每天都喝，慢性的，不急。等他精神越来越差，身体越来越垮，什么都做不了，
这可比我们动手干净多了。他会起疑吗？他那么爱我，舍不得怀疑我的。也是，那个傻子，我说什么他都信。小心行事。睡得跟猪一样，我去做个早餐。起床吃饭了，晚上见。早点回来。有人要杀我，一个是我的妻子，另一个我还不知道是谁。简单，2天时间，1天时间，可以，得加钱。支票数字你填。好，等我消息。苏婉，还有那个男人，我会让你们知道，惹错人了。猎人已经去查了，苏婉，那个男人，车里的装置，茶里的毒，所有的一切都会水落石出。等那一天到来，我会让所有想害我的人亲眼看着自己的末日。我是一个千亿总裁，谁曾想猎人只用了1天就把苏婉背后那个男人揪了出来。傅晨，我的商业死对头，3年来明争暗斗，原来他早就从我的枕边找到了突破口。更让我恶心的是，他们的关系远不止合作那么简单。2年40多次，同一个地方，同一个人。原来我给的钱都用在了这里。很好，既然你们这么喜欢玩，我就陪你们玩到底。看完了，看完了，不止这些，还有什么？苏婉和傅晨的关系不是这2年才开始的，我查到了4年前，在你认识苏婉之前，他就已经和傅晨有交集了。什么意思？4年前，苏婉刚从国外回来，在一场慈善晚宴上认识了傅晨，那之后2人交往了半年，后来突然断了。3个月后，苏婉出现在你常去的那家私人会所，偶遇了你。你是说，他接近我是有预谋的？不只是接近。傅晨在那段时间注册了一家离岸公司，专门用来做资本运作。他需要你在星辰科技的决策权来配合他的商业布局。苏婉就是他的棋子，不是他的合作伙伴。2人的计划很简单：苏婉嫁给你，获取你的信任和商业机密；傅晨在外部配合，利用这些信息蚕食星辰科技的市场份额。3年了，他们蚕食了多少？星辰科技近2年丢的3个大项目都是傅晨拿下的，他总能精准的知道你的底价和方案，每次都比你的报价低一点点。还有别的吗？我查到了苏婉的一个私人账户，资金来源除了傅晨，还有一笔来自海外，我暂时没查到源头，但数额很大，5000万美金。5000万美金？对，苏婉的野心可能不只是帮你照顾你的公司，他背后的东西比我预想的要深。继续查，钱的事，还有那个海外账户，我要知道是谁在给他钱。可以，但需要时间。时间我给你，但我给你的时间就是你的期限。比起谋夺家产，苏婉真正的目的远比我想象的更加病态。猎人最后那句话一直在我脑子里转，他的背后还有人。5000万美金，谁的？我每天喝下的都是妻子为我精心准备的毒药。交给我吧。沈总，你最近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？比如头痛、失眠、记忆力下降？偶尔会，我以为是工作压力大。你带来的茶样，我做了全套毒理分析，结果显示茶中含有一种低剂量累积型神经毒素，成分上属于有机磷类的衍生物，市面上极为罕见，一般的毒理筛查根本查不出来。它的特点是短期饮用没有任何症状，但长期摄入，毒素会在神经系统里缓慢累积，逐渐破坏神经传导功能。症状是什么？初期是头痛、失眠、疲劳、注意力不集中，中期会出现记忆力严重衰退、情绪失控、判断力下降，到了后期器官会开始衰竭，心脏、肝脏、肾脏逐一出现问题。最后呢？最后会猝死。法医解剖只能看到多器官衰竭，根本查不出中毒痕迹，只会认为是长期劳累导致的身体崩溃。这种东西如果不是专门针对他做毒理检测，永远查不出来。这个东西他给我喝了1年，1年，每天1杯，从不间断。他说那是安神茶。这份东西除了你和我，不会有第3个人知道。
明白，沈总，你小心点儿。谢了，老吴。最后会猝死，法医解剖只能看到多器官衰竭。如果有一天你不在了，人家该怎么办？怎么会呢？我不会丢下你一个的。1年，你为了我1年的赌，苏婉。我是一个千亿总裁，谁曾想慢性下毒迟迟不见成效，他们不再试探周旋，准备启动终极方案，一次性永绝后患。猎人截获一段私密录音，里面的每一个字都是索命的判决。不能再拖了，那个老吴检测中心，他最近去了2次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的人一直在跟着他，第一次去是查他那台迈巴赫的猫腻，第2次带了一个瓶子。查的事儿，他可能已经知道了。不可能，那东西根本查不出来。普通的检测查不出来，但他找的那个老吴是军工研究所退下来，手里有专业设备。如果他真的查出来了，却没有报警，也没有质问，那只能说明一件事：什么？他一直在假装不知情，故意隐忍退让。他在陪着我们演戏，等着我们彻底暴露，主动出手。那怎么办？按 B 计划，不能再让他活着了。你是说那趟航班？星辰科技下个月在海外有个合作项目，让他亲自去。我会让人安排好航班，到时候飞机不会落地。他会去吗？你让他去，他一定会去。苏安，你已经让他喝了1年毒药，他对你没有任何防备，只要你开口，他连问都不会问。好，我来安排。记住，等他上了飞机，一切就结束了。遗产的事儿，你那边都准备好了。婚前协议我已经让他改过了，他现在名下的大部分资产我都有继承权，剩下的可以通过信托基金慢慢转出来。好，事成之后，星辰科技就是我们的了。好，我来安排。下发出差通知的那日，他还依偎在我身边，温柔叮嘱我注意安全，早点回家。眼从情深意重，3年假面夫妻，日日逢场作戏。他的演技骗过了所有人，包括我。既然你们执意要送我上这趟致命航班，那我便顺水推舟，给你们演完这最后一个倾家荡产、以命相搏的灭门大戏。我是一个千亿总裁，谁曾想奸夫淫妇自以为计划天衣无缝，殊不知他们的所有阴谋早已被我尽收眼底。猎人截获的录音、老吴的检测报告、车库里的窃听装置，每一件都是证据。但我不急，我要让他们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，然后看着他们一步步跳进自己挖的坑里。怎么又这么晚？吃饭了吗？吃过了，最近公司事多，那个海外项目马上要签了，一堆文件要处理。要注意身体，你最近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又没好好休息？可能是最近太累了。你那安神茶还有吗？今晚再给我泡一杯。有，我马上去泡。若是没有那段录音，没有那份检测报告，我或许会永远沉溺在这场温柔骗局里。这3年的安神茶，原来不是良药，而是索命的慢性毒药。趁热。老板，有件事想跟你商量。什么事啊？海外那个项目，对方要求我亲自过去一趟，可能要去1周左右。要去那么远，你身体吃得消吗？没事，只是普通出差而已，不用这么紧张，我扛得住。那你要坐哪趟航班？我帮你查查那边的天气。终于忍不住问起航班信息了。傅晨在录音里那句让他坐那趟航班言犹在耳，他已经迫不及待了。还没定，对方说帮我们安排，到时候通知我。那你到了那边要给我打电话。好，我假装毫不知情，爽快答应出差安排。他以为自己步步为营，即将得手，殊不知我都已知晓。我是一个千亿总裁，谁曾想，想要完美复仇，还缺一枚至关重要的棋子
苏婉的贴身助理。资料看完了吗？看完了，他以前是外企行政主管，评价很好，为什么会来给苏婉当助理？我查过，他来苏婉这儿是被猎头挖的。当时苏婉开出的薪资比外企高了40%。入职后前3个月一切正常，但从第4个月开始，苏婉对他的态度变了。先是一点一点增加工作量，从早9晚6变成早8晚10，然后是言语打压，在公开场合贬低他的能力，让他觉得自己离开苏婉就找不到工作。再然后是经济控制。苏婉以公司规定为由，把他的绩效奖金从按月改成按年发，实际上就是扣在手里当把柄。去年夏宁母亲生病做手术急需用钱，苏婉主动借了10万给他，然后开始用这笔债控制他的一切。苏婉这是把他当奴隶用，对 PUA 的典型手法。先给甜头，然后逐步剥夺对方的自尊和独立性，让对方产生我离不开他的错觉。夏年现在的状态基本就是被苏婉精神控制了2年。他还有家人吗？一个母亲，父亲早逝，她是独生女，母亲的身体不好，常年吃药，这也是苏婉能拿捏住他的原因之一。你觉得他能倒戈吗？有可能。但他现在处于极度恐惧的状态，既恨苏婉又怕苏婉，需要有人在背后推他一把，让他看到希望。怎么推？让他知道苏婉的结局已经注定了，他现在选择站在帮凶还是证人。帮我约他，不要让苏婉知道。好，时间地点我定好了发你。沈总，您找我？坐。你跟着苏婉多久了？两年。2年？你入职前的履历我看过，业绩评价很高，你能力不差，为什么愿意给苏婉当助理？当时他开的薪资比较高，我妈妈身体不好，需要钱，我以为好好干会有前途的。结果呢？结果我欠了他10万块钱，还不清，也走不了。你恨他吗？打开看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苏婉和傅晨的犯罪证据。2年来，他们一直在密谋，先是窃听我的车，然后在刹车油管上动手脚，再在我的茶里下慢性毒药。现在他们又策划了一场空难，想让我死在飞机上。这些事你知道多少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只是帮他跑跑腿，买东西，送东西。我从来不知道那些东西是用来杀我的。这是给你的，内容很简单，你从现在开始做我的人。苏婉那边的一切动向随时向我汇报。事成之后，你欠苏婉的10万我来还，我额外给你200万，帮你母亲转到更好的医院，给你安排一份新工作，去星辰科技的子公司做行政总监。如果苏婉发现了呢？她不会发现，我的人会保证你的安全。可是她是苏婉，她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苏婉的结局已经定了，你现在选择站在哪一边，决定了你是陪葬还是重生。我是一个千亿总裁，谁曾想妻子的贴身助理竟然如此心思神秘。沈总，您说的这些，我需要时间。他不是一般人，如果他知道我见了您，他知道你来了这里吗？我说我去医院看我妈，他不知道。那他就不会知道。我想想，你让我想想。可以，但我需要告诉你，苏婉和傅晨的计划最多1个月内就会实施，你的决定关系到很多人的命。沈总，谢谢您愿意给我这个机会。不是因为我不相信他，而是因为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相信任何人了。这种心理控制比任何牢笼都更难挣脱。去哪儿了？医院，我妈妈今天复查。你眼睛怎么红了？医生说妈妈的指标不太好，我有点担心。夏宁，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？什么？你从来不撒谎，至少你从来骗不了我。下去吧，明天早点来，有件事要你去做。是。苏婉怀疑我了，她一定怀疑我了。如果我不答应沈燕，我就是苏婉的帮凶。如果我答应沈燕，被苏婉发现，我不敢想。苏婉察觉到夏宁心态异常，当即放出狠话警告，甚至动了灭口的心思。夏宁走出房间的那一刻，听到了苏婉拨通电话的声音。帮我查一下，夏宁今天下午去了哪里？他的时间不多了。我是一个千亿总裁，谁曾想我的爱妻苏婉的狠毒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。今天夏宁去医院了，我问他怎么了，他说他妈妈身体不好，但我觉得不对。他妈妈住院那么久，他从来没在我面前哭过。你觉得他在撒谎？不确定，但我让人查了他的通话记录和行程，下午他不知道去了哪里。你是不是太敏感了？不是敏感，他跟了我2年这么久，他今天不对劲，说话手一直在抖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等沈燕的事办完，把夏年也处理掉。你确定？这2年我让他经手的事太多了，留着他就是留一个定时炸弹。行，等沈燕那边结束了，我让人安排。不要等，
沈燕出差之前就把它解决掉，我不想她在外面的时候，家里还有人知道我们的事。知道了。苏总，您的咖啡。进来。今天这杯奶泡打得不错，谢谢苏总。明天你陪我去一趟商场，我想买几件衣服。好的。我要死了，他要杀我。如果他也是骗我的呢？如果这只是他们之间的另一场博弈，我只是被丢进棋盘的一颗棋子呢？可是他要杀我。沈总，我帮您，但您答应我的事，您要说到做到。君无戏言。我不知道这个决定会把我带向哪里，但我知道，如果我不做这个决定，我就死定了。我是一个千亿总裁，谁曾想我的爱妻亲手逼反了自己的心腹。苏总早，今天商场的车已经安排好了。好。对了，上次让你买的那批香料，你还记得是哪家供应商吗？记得，明德堂药材批发市场3楼，那家的货不错，过2天你再帮我买一批，量比上次翻1倍。好的，苏总。终于露出马脚了。航班确认了，下个月18号。他那边东西都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，到时候不会留下痕迹。这种密会苏婉和傅晨还会有很多次，只需要录好音转交给沈燕，这就是我的任务，做一颗钉在苏婉心脏里的钉子，不动声色，一击致命。背后是沈燕，前面是苏婉，往前走可能粉身碎骨，往后退必死无疑，我只能选择往前走。我是一个千亿总裁，谁曾想出差前夜，苏婉表现得比任何时候都温柔。这件灰色的配那条深蓝色领带，黑色的配那条银色的，我都给你配好了，你穿的时候直接拿就行。知道了。那边的天气我查过了，比这边冷，我多给你放了一件厚外套。你要是还觉得冷，就打电话给我，我让人给你寄过去。不用那么麻烦，冷了那边买就行。你买的那些衣服，哪件是我看得上的？你这个人，出门从来不收拾，上次出差连充电器都没带。不是还有你吗？可是我不能每次都跟着你啊。我就是出个差，1周就回来了。1周也很久啊。那你每天给我打电话。你答应我，每天都要接。不许开会不接，不许静音不接，不许说等一下然后忘了回我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爱你。我也是。一切就绪，你确定要这么做？确定。我是一个千亿总裁，谁曾想出发那天早上，苏婉送我出门的时候，眼眶是红的，声音是哑的。快来吃，不然赶不上飞机了。你什么时候学会折这个的？网上学的，好看吗？好看。到了给我打电话。好。每天都要打。知道了。一路平安。等我回来。苏婉和傅晨正在等我的死讯，傅晨安排了人手在机场盯着，确认我登机。他们以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，以为这一局他们赢定了，可惜他们不知道我留有后手。终于要结束。他走了。我的人已经在机场了，登机口确认了就会通知我。你那边都处理好了吗？都处理了。他的行李我检查过，没有任何可疑的东西。查的是他也还不知道，昨天还喝了。那就好，等飞机起飞，我们就赢了。3年前我嫁给他那天，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。等他死了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目标出现，一班值机正在过安检。
继续盯着，看到他登基再汇报。所有人都以为我已经登基赴死，没有人知道，我早已布下金蝉脱壳之计，真正的博弈才刚刚开始。我是一个千亿总裁，谁曾想，在所有人以为我将登上死亡航班的时候，我已经在猎人的护送下，从机场的秘密通道悄然离开。上车。接下来的事交给我。登基后按计划行事。明白。长得真像，连我自己都恍惚了。走吧，时间不多。航班几点起飞？10点40。登机口已经安排好了，你的人会在起飞前15分钟登机。傅晨的人呢？在出发大厅盯着的那个已经看到替身了，他以为是你。前往新加坡的旅客，请准备登机。祝您旅途愉快，谢谢。他登机了，确认。好，等起飞。你这地方挺不错嘛，房子登记在一个不存在的公司名下，水电网都是虚拟身份，查不到你的任何痕迹。我后面怎么联系你？这是你的新号码，只能联系我。航班那边还有多久起飞？40分钟。机场那边都安排好了，安排好了。你选的这个人跟了你5年，受过你的恩，愿意替你挡这一锅。他的家人我已经安置好了，他不是去替我挡劫的，他是去替我活下来的。等飞机起飞，所有人都会以为我死了，苏婉和傅晨会庆祝，会夺权，会露出所有马脚，而我们就在暗处看着他们表演。你准备让他们演多久？演到证据够把他们全部送进去为止。哼！我是一个千亿总裁，当新闻播报我所在的航班失事后，我的妻子竟然……据最新消息，星辰科技总裁沈燕确认在该航班上。开始了。如果我没猜错，这个女人正在联系那个奸夫。他好像不是很上心。新闻确认了，无人生还。沈燕，你终于死了，一路走好啊！你打算什么时候现身？不急，让他先享受几天，等他把尾巴全部露出来，等所有人都看清他的真面目，我再出来。傅晨那边也在庆祝了，他的人已经开始在市场上散布消息，说星辰科技要完了，准备低价收购股份。那就让他们买，等他们把钱都砸进去，我再告诉他们，这家公司还姓沈。我是一个千亿总裁，谁曾想我的葬礼还没办，苏婉就已经迫不及待的露出丑恶的嘴脸。我们知道您现在很悲痛，但公司不能没有人主持大局。我们建议尽快选举新的董事长，稳定军心。沈燕他才走了不到48小时，你们就要讨论这个？这是现实问题，股价每天都在跌。如果我们不尽快上那架飞机之前，还在跟我打电话，说合同签完了就回来。你们现在就要分他的公司？我不管你们怎么想，沈燕留下的东西，谁也别想动。我会找专业的管理团队来接手公司，在此之前，一切维持原样。苏女士，你一个人不是一个人，我身后还有沈燕的律师，沈燕的股份，你们要争可以，等我的律师来了，你们跟他争。苏总，您还好吗？车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去辅源。哟，大明星来了。累死了，那一屋子老东西，一个个都想抢公司。结果呢？结果我哭了一鼻子，他们就老实了。你的演技，奥斯卡都欠你一座奖杯。沈燕那个傻子被我骗了3年，哭一鼻子算什么？不过这一切终于结束了，以后没人敢管你了。公司的那些老东西，最多1个月我就能把他们都踢出，到时候星辰科技就是我们的。我等这一天也等了3年。傅晨，你会娶我吗？当然，等星辰科技的事稳定了，我们就结婚。沈燕死了，公司归我了，你也要娶我了。这次我赢了。他从没对我这么温柔的笑过。但你可以让他哭，等他把这场戏演完，就该轮到我反击了。我是一个千亿总裁，谁曾想苏婉的野心远不止害死我这么简单，他竟要以遗孀身份掌控我的集团。今天的会议只有一个议题，管理层重组。这位是周远山，前华腾集团的运营总监，从今天起，他将出任星辰科技的 COO。苏总 ，COO 的任命需要董事会投票，您一个人说了不算。我已经让法务走完了所有程序，投票结果在这里，你们可以自己看。这几家投资机构的票什么时候转给您的？沈燕出事之后，他们主动联系了我，说愿意支持我稳定公司。如果你们谁不服，可以提离职，我绝不阻拦。既然没有人辞职，那就继续开会。下一个议题，财务审批权限调整。从今天起，
所有超过500万的支出都需要我签字。这是苏婉新任命的 COO 周远山的简历。傅晨的人，苏婉这一周安插了4个人进新辰科技，2个在财务，1个在人事，1个在运营。你的旧部已经被架空了。他还做了哪些事？他以稳定股价为由，把公司的3块核心业务拆出来，外包给了傅晨的关联公司，价格远低于市场价。如果这笔交易完成，星辰科技每年至少损失2到3个亿。证据都留下了吗？每一份合同、每一次会议记录、每一封邮件，夏宁都拷贝出来了。等他把所有脏事都做完，我们再收网。你不怕他真的把公司搞垮？搞不垮的。等他把自己送上法庭的时候，我会亲手把公司拿回来。你这一手比我想象的还漂亮。那个周元山刚上任就把运营部的预算砍了一半，沈燕那几个旧部气得要辞职。让他们辞一个我安插一个，用不了多久，整个星辰科技从上到下都是我的。苏婉，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？什么事？沈燕的尸体到现在还没找到。飞机都碎了，人怎么可能找得到？那架飞机上200多个人，哪个找到了？你说的对，可能是我多想了。不要想那些没用的，想想星辰科技，最快3个月，我就能把沈燕的股份全部转到我名下，到时候这家公司就是我的了。我们的。我是一个千亿总裁，谁曾想苏婉和傅晨的美梦才做了半个月就做不下去了。傅晨名下的6个主案账户已经全部冻结，总金额大约1亿2千万美金。苏婉的呢？他的私人账户和2个信托基金也已经冻结了，加起来大概4000万美金。另外，他们用来洗钱的那家壳公司，今天早上被银行暂停了所有交易。傅晨那边现在是什么反应？他的公司账户也受到了影响。星辰科技外包给他那几家关联公司的款项，因为账户冻结，全部卡住了。他现在资金链断了，供应商在催款，员工工资下周发不出来。他还有多少时间？最多1周。如果1周内账户不解冻，他的公司就要申请破产了。1周够了。副总，银行那边查过了，6个账户全部被冻结，原因不明。他们说要等监管部门的调查结果。6个账户全部被冻结，你跟我说原因不明？银行说是异常交易监测，但我觉得不对，这些账户我们用了好几年，从来没出过问题。星辰科技那边的款呢？也卡住了，银行说收款账户被冻结，款项无法入账。副总，我们下周5要发工资，账上的钱只够撑3天。沈燕一死，什么妖魔鬼怪都出来了。什么事儿？我的账户被冻结了，3个账户全部被冻结。傅晨，这怎么回事？我的也被冻了。不是说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吗？你不是说等沈燕死了就万事大吉吗？现在呢？你冷静点。我怎么冷静？那里面有3000万是我自己的钱。那也是沈燕的钱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那3000万本来就是从星辰科技转出来的。如果银行查到了这笔钱的来源，你我都要坐牢。那怎么办？我正在想办法，你先别慌。我怎么能不慌？沈燕才死半个月，我们的账户就全被冻了，你不觉得这太巧了吗？你觉得是谁干的？我不知道，但我不信这是巧合。你就不能请个做饭的？做饭的要进进出出，容易暴露。沈燕遇难后，星辰科技管理层动荡，股价持续下跌。傅晨那边他已经在查是谁冻结的账户了，让他查，查不到我头上。他今天联系了3个银行的关系户，都没问出结果，他已经开始慌了。慌了好，人一慌就会犯错。你觉得他会犯什么错？他会去动那笔5000万美金的海外资金，那是苏婉账上的。你之前让我查，我没查到源头，那就趁他动的时候查。钱一动就会留下痕迹。我是一个千亿总裁，谁曾想傅晨比苏婉聪明，也比他更怕死。这个人，帮我查他是不是还活着。沈燕，新闻上说他死了。新闻可能不准，你要我怎么查？全市的医院、诊所、殡仪馆、派出所交通事故记录、DNA 数据库，只要和他有关的记录，我都要。这个范围太大了，至少需要2周。1周钱不是问题，1周后给你结果。傅晨请了一个私家侦探，在全程查你的下落，查到了吗？你的所有医疗记录、交通记录、通讯记录都被我加密或者删除了。他在明，我们在暗，他能查到的东西都是我们让他查到的。你们让他查到了什么？你的 DNA， 我们故意在机场的洗手间留了你的头发和指纹。如果他去查 DNA 数据库，
会看到沈燕已确认死亡、遗体未找到的记录。你连 DNA 都做了，10多天前就做好了。那个替你上飞机的人，他在登机前去了趟洗手间，留下了你的痕迹。你做事比我狠，这是你的钱买来的。1周后，私家侦探如约出现在傅晨的办公室，他带来的报告很厚，但内容很薄。副总，我查了所有能查的地方，没有发现沈燕还活着的证据。医院的 DNA 数据库里有一份记录，确认她的 DNA 出现在坠机现场。警方的报告也说，遇难者名单已经确认，沈燕在其中。你不觉得这件事太巧了吗？他一死，我的账户就被冻结了。副总，我多嘴说一句，您觉得如果沈燕还活着，她为什么不出现？他的公司被夺了，妻子在庆祝他的死亡。如果他活着，他不会坐视不管，所以他大概率是真的死。如果沈燕真的死了，那冻结账户的是谁？如果他没有死，那他又在哪里？这个局到底是谁在布？我是一个千亿总裁，谁曾想，危机才刚刚开始，苏婉和奸夫就开始互相撕咬了。那个私家侦探查到了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他说沈燕确实死了。你信吗？ DNA 报告不会说谎。那你告诉我，我们的账户为什么会被冻结？如果沈燕死了，谁能动那些钱？可能是银行的风控系统。风控系统会在同一天冻结我们所有的账户。傅晨，你当我3岁小孩？那你说是谁？我觉得你没跟我说实话。什么意思？那些账户开户人是你的人，操作权限在你手里。如果沈燕真的死了，能冻结那些账户的人只有你。你怀疑我？你不值得怀疑吗？3年前你让我嫁给沈燕，说1年就能结束，结果我等了3年。3年里你跟我说过多少次快了？现在我终于拿到星辰科技了，你的账户被冻了，我的也被冻，你说是巧合，我不信。苏婉，你冷静一点，我们在一条船上。一条船？如果船要沉了，你会救我？傅晨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我坐牢，你也不会好过。你去哪儿？回家，我自己想办法。你怀疑我？你不值得怀疑吗？3年前你让我嫁给沈燕，说1年就能结束，吵成这样，快到头了。苏婉现在谁也不信，她觉得傅晨在骗她，傅晨觉得她疯了。夏宁那边呢？苏婉已经开始防着夏宁了，很多事情不让她经手，自己亲自办。那证据还能拿到吗？能。苏婉防得了一时，防不了一世。她没那么多精力把所有事儿都揽在自己身上。再过几天，她就会累，就会松懈，那就等。苏总，喝点牛奶吧。夏宁，你觉得傅晨这个人怎么样？傅总，他很好啊，很好。你觉得他对我好吗？傅总对苏总挺好的吧？挺好的，他对我挺好的，好到3年都不肯娶我，好到沈燕一死就开始怀疑我。夏宁，你记住，这世上没有谁靠得住，只有钱，只有钱靠得住。是苏总，我要亲自去查那笔钱，那5000万美金到底是谁在给我？苏总需要我做什么吗？不用，这件事我自己来。苏婉自己也不知道那笔钱的来源，那背后到底是谁？我是一个千亿总裁，谁曾想走投无路之下，傅晨决定复刻旧方案，再用车载暗杀手段灭口我。你要的东西老价钱，但我多嘴问一句，你上次买的还没用完？上次的不够，新的要多少？200万，够你用2次。确定和上次是同一批？同一批，效果你试过了，还需要问吗？钱在这里，这件事儿你没见过我。规矩我懂。沈燕，如果你还活着，我就再送你一程；如果你已经死了，就当这瓶东西浪费了。这一局我不会再输。他什么时候来的？凌晨2点07分，用了19分钟破解车库门锁，涂催化剂用了不到4分钟。他破解门锁的密码是苏婉告诉他的，不一定是苏婉，可能是他自己留的备份。苏婉不知道他有这个备份。视频存好，这是铁证。他动手的时候一直在自言自语，每一句都录下来了。
他以为我死了，还这么拼命的要杀我。傅晨这个人做事不留后路，不留后路的人往往死得最快。你说的对。我是一个千亿总裁，谁曾想傅晨深夜疯狂作死，亲手给自己送上了入狱判决书，隐藏摄像头完整拍下了他潜入车库、改装车辆、亲口承认杀人动机的全过程，视听证据加上车载物证，完美形成闭环罪证链。傅晨这次再无翻身可能。沈燕，如果你还活着，我就再送你一程；如果你已经死了，就当这瓶东西浪费了。这段音频足够证明他有杀人动机。还有他买催化剂的那段，拍到了吗？黑市交易那条线我们也跟了，那个中间人已经被警方监控了，他手里的货就是证据链条的最后一环。物证、人证、视听证据齐全了，证据确凿，铁证如山。现在把这些交给警方，傅晨这辈子都出不来。现在还不行，苏案还没落网，那5000万美金的来源也还没查到。副总，银行那边来电话了，说我们的账户还在调查中，至少还需要2周。还有呢？您上次让我查的那笔5000万美金的来源有眉目了。具体来源是什么？那笔钱是从一个海外信托基金转出来的，基金的受益人是一个叫林氏家族的机构，具体是谁在操控，查不到。林氏家族，继续查，花多少钱都行，我要知道是谁在给苏婉钱。是，副总。那5000美金的源头，追踪后停在这个林氏家族的信托基金上，再往前查不到了。我没听说过这个家族，那只有2种可能，这说明他们要么极其低调，要么根本不存在，是一个壳。一个壳能拿出5000万美金给苏婉，给一个普通女人，不是给苏婉，是给傅晨和苏婉的项目。傅晨负责出人，苏婉负责嫁给，背后的金主负责出钱。他们的目的不是你的公司，至少不只是你的公司，不管多大，一个都跑不掉。我是一个千亿总裁，谁曾想反派覆灭近在眼前，多疑毒妻临死之前还要作恶。夏年有问题，最近半个月他频繁打一个号码，我查过了，那个号码是虚拟号，查不到归属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不等了，沈燕的事还没完，我不想再添一个变数，解决掉他。你确定？他知道的太多了，采购记录、运送记录、接头人信息，他手里有机密。如果这些落到警方手里，你我都要完。行，我安排人。你的人我信不过，我自己找。我要处理一个人，女的，27岁，地址：明天下午3点，她会去市中心医院看母亲，具体路线我发给你。价钱翻倍。成交，事成之后尾款打你账上。苏婉动手了，他雇了人要杀夏宁。什么时候？今天下午3点，夏宁去医院看他母亲的路线上。通知夏宁了吗？还没有，但他出门前，我的人会截住他。你确定能拦住？我亲自去，把夏宁带到这里来。从今天起，他不能回去了，知道？快上车！出什么事了？苏婉要杀你，就在今天。我是一个千亿总裁，谁曾想，蛇蝎女人心狠手辣，为掩盖罪行不惜草菅人命。幸好我早有预判，提前布下防护，猎人拦截了杀手，瓦解了苏婉的暗杀计划。夏宁亲眼看到那把刀的那一刻，对苏婉最后一丝犹豫也彻底断了。他自愿出庭指证苏婉和傅晨的所有罪行。你看到那个人了？看见了，他手里拿着刀，眼神特别吓人。从今天起，你不能再回去了。我妈妈怎么办？她还在医院。你妈妈今天下午已经被转到另一家医院了，我的人安排的，苏婉找不到她。沈总，我这条命是您救的，您要我做什么，我都做。我不要你的命，把你3年来亲眼所见、亲耳所闻、牵手接手的一切，全部如实陈述。我会的，每一件事，每一个字。他给您的茶里下毒，让我去买那个香料，让我去联系修理厂，让我去送那些见不得人的文件，我全部都记得。我怕日后出事留有后患，偷偷保存了全程录音、现场照片、邮件和转账习图。你不怕吗？怕，但我更怕昧着良心活着，怕自己彻底变成苏婉那种冷血无情、泯灭人性的怪物。沈总，我想堂堂正正的活着。好，从今天起你就住在这里，等事情结束，我答应你的事一样都不会少。谢谢您。
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怎么了？这个点打电话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夏宁不见了。什么？说清楚。今天下午他没有去医院看他母亲，我的人在医院门口死守了2个小时，从头到尾没见到他的人影。另外，我联系了派去灭口的杀手，电话彻底打不通，完全失联。会不会是临时有事改了行程？不可能，他每周4下午3点去医院看他妈，雷打不动，2年了，从来没变过。那就只有一个结果，有人提前劫走了他，有人走在了我们前面。是谁？谁有这么大的本事敢劫我的人，动我的妻子？你觉得呢？夏琳叛变了，他一定是叛变了。他手里的那些证据，如果交给了沈燕的人，不对，沈燕已经死了，那他交给了谁？我是一个千亿总裁，谁曾想，所有底牌集齐，所有隐患清楚，夏琳安全了，证据链完整了。傅晨和苏婉的每一步都在我们的监控之中。隐忍多日的我，终于决定站上最高舞台，当众撕破反派丑陋面具。我选择了星辰科技全员股东大会作为收网地点，届时全网财经媒体、公司高层全部到场，让苏婉和傅晨身败名裂，当众伏法。10天之后，星辰科技年度股东大会，所有股东、高层、媒体都会到场。苏婉会在会上宣布自己正式接管公司。你打算在万众瞩目之下，当场现身收网吗？对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把证据一份一份甩出来。窃听装置、刹车催化剂、神经毒素、航班阴谋、账户冻结、外包交易，每一件每一条。沈总，这些够吗？够把他们都送进去吗？够，每一份证据都有对应的法律条款，我已经让法务团队梳理过了。傅晨的罪名：谋杀未遂、商业间谍、洗钱，至少20年；苏婉的罪名：谋杀未遂、投毒、侵占资产，至少15。加上你手里的监控视频和录音，他们翻不了案，那就定了。股东大会那天，收网。沈燕，你到底死了没有？孙女士，距离股东大会正式开始仅剩10分钟，请问您对今天股东大会有什么期待？请所有股东、媒体和大众放心，星辰科技的未来一定会比沈燕在的时候更好、更辉煌。最后一份核心证据已整理完毕。傅晨和苏婉在紫园的录音，夏宁录的，内容是他们讨论如何销毁罪证。收进文件袋，一并带上。外面准备好了吗？车在楼下，警方的人已经在会场外围待命了。媒体的直播设已经架好了，无间断实时转播，保证公开透明，万众共睹。出发！股东大会即将开启，苏婉还在台上做着掌权美梦，她不知道地狱之门已经为她敞开。我是一个千亿总裁，谁曾想我的遗孀苏婉在我死后不到1个月就堂而皇之的坐在了我的位置上。星辰科技年度股东大会，他站在演讲台中央，对着全场股东和媒体宣布，星辰科技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。台下掌声雷动，他不知道我就在会场外面听着他说的每一个字。1个月前，我的丈夫沈燕在星辰科技最需要掌舵人的关键时刻骤然离世，永远离开了我们，也离开了他倾重一生守护的事业。但我相信，沈燕不希望看到星辰科技因为他的离开而一蹶不振。他离世前早已将公司全权托付于我。从今天起，我将正式接任星辰科技董事长一职。星辰科技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，未来3年，我们的目标是市值翻倍，业务版图扩展至全球。沈燕，你看到了吗？你的公司、你的位置、你的一切，从今往后尽数归我所有。他还没说到重点，真正的核心操作还没开始。下一页讲稿就是他筹备已久的管理层大换血。接下来，我将宣布新的管理层任命。走吧，该上去了。新任 COO 一职由周远山先生担任，新任 CFE 将由你明明已经死了。沈燕，她不是死了吗？新闻说飞机坠毁了，没有人能想到，这绝对是今年最大的财经反转头条。苏儿，我回来了，这场迟来的重逢，惊不惊喜？这是星辰科技内部股东大会，凭你没有参会邀请函，
我现在就可以让人把你赶出去。我是星辰科技第一大股东，持股31%。我需要邀请函吗？各位股东、各位同事、各位媒体朋友，我知道你们有很多问题。为什么空难报道是全员遇难？航班上的逝者是谁？这1个月我身在何处？为何隐秘？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我手里的这份文件里。苏婉，你要自己下去，还是我请你下去？保安，保安在哪里？立刻把这个疯子给我赶出去！看来你是不肯体面下台了。他不是沈燕，沈燕已经死在飞机上了，这个人是个骗子！你们想想，沈燕怎么可能还活着？飞机坠毁了，所有人都在名单上 ，DNA 都确认了，这个人一定是整容的，是有人派来的替身。我丈夫死了，我亲眼看到新闻，我亲耳听到警方确认这个人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，他想抢走星辰科技。他说的有道理，沈总的 DNA 的确在遇难者名单上，但这个人看起来就是沈总，那张脸，那个声音，骗不了人。你们不信我，那你们让他证明啊，让他证明自己是沈燕。好。沈燕，工号00001，星辰科技创始人。红木记录都匹配了，这怎么造假？不可能造假，那个系统是军工级别的加密，还需要别的证明吗？血型、DNA 我都可以现场做。苏婉，你刚才说我是整容的替身，你要不要当着这些记者的面再说一遍？短暂死寂过后，苏婉彻底崩溃，当众失控嘶吼，她的戏该杀青了。我是一个千亿总裁，谁曾想苏婉在真相面前彻底崩了。她刚才说沈总是假的，现在怎么不说话了？这个女人不简单。你们不要被他骗了，他真的是假的。我丈夫沈燕已经死了，这个人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，他整容了，他一定是整容了。指纹和虹膜记录怎么解释？那是假的，他黑了公司的系统，他篡改了数据，他还想抢走我的公司。沈燕死后，我是合法继承人，公司是我的。你的，苏婉，星辰科技是我创立的，每一分钱每一块砖都是我挣来的。你是我的妻子，但你不是这家公司的主人。我就是，沈燕死了，他的遗产就是我的。我没死。你没死？那你告诉我，这1个月你去了哪里？你为什么不出来？你在等什么？我在等你。等我？等你把所有的戏都演完，等你把所有的尾巴都露出来，等你亲手把自己送进监狱。你什么都知道。接下来，我给大家看2样好东西。我是一个千亿总裁，谁曾想，当我按下播放键的那一刻，全场300多人，没有一个人发出声音。这是在我的麦斯特底盘里找到的，位置在油箱和底盘的夹缝中，不拆开底盘根本看不见。经专业机构检测，这是军工级定位窃听装置，集实时定位、高清双向窃听于一体。它在我车里工作了3个月。第2件，我的刹车油管，有人在刹车油管的密封坯上涂抹了化学催化剂，这种物质遇热会加速腐蚀橡胶，2个月后密封坯会彻底烂掉，刹车油漏光。到那时候，我在高速上卡刹车，一脚下去，什么都没有。这是要人命啊！这2件事是同一个人做的，装窃听装置的人和涂催化剂的人是同一个人。这个人，相信在座的很多人都认识，傅晨，华腾集团实际控制人。他被拍到在上周2凌晨2点潜入我的车库，给我的备用车安装同样的催化剂。胡说八道，这是诬陷！沈燕，你血口喷人！诬陷？我有视频，有音频，有物证。傅晨，你要不要当着记者的面跟我去鉴定科走一趟？完了。我是一个千亿总裁，谁曾想车载暗杀只是冰山一角。当我放出下一组证据时，苏婉连站都站不稳了。这是我的妻子苏婉每天给我泡的安神茶的检测报告，茶里含有低剂量累积型神经毒素，短期无症状会摧毁神经系统，最终猝死。法医查不出中毒痕迹。这是苏婉采购神经毒素的转账记录，收款方是明德堂药材铺，同一家铺子夏琳去了4次，每次买的香料都进了我的茶杯。这是苏婉和傅晨的开房记录，2年40多次，同一家酒店，同一个楼层，同一间套房。你这个蛇蝎女人，沈总对你那么好，你竟然……不是这样的，是傅晨逼我的，是他逼我做的。傅婉，你闭嘴！你们听我说，我是被逼的。傅晨威胁我说，如果我不这样做，他就杀了我全家，我也是受害者。你是受害者？那你告诉我，安神茶是你亲手泡的，催化剂是你联系人买的，航班计划是你亲口敲定的，哪一件是傅晨替你做的？输了，彻底输了。我是一个千亿总裁，谁曾想绝境之下，毒妻与奸夫互相揭露黑料，疯狂内耗。是他，一切都是他。3年前他让我嫁给沈燕，说只要帮他拿到星辰科技的控制权，就给我5000万。苏婉，你疯了？谁逼你了？
你自己贪钱，自己狠毒，自己不想当穷光蛋，关我什么事儿？你不逼我，我会嫁给沈燕，我根本就不爱他，每次跟他在一起我都恶心。是你说只要熬几年，我们就能过好日子。不爱我，每次在一起都觉得恶心。他终于说出来了。你不爱他，你爱过谁？你只爱钱。你嫁给他第一天就开始算计他的家产，3年你从他身上弄走了多少钱？5000万，1个亿。那5000万美金的海外账户是谁开的？那些洗钱的壳公司是谁注册的？我告诉你，那些文件我全都留着。苏婉，你这个疯女人，你毁了我！是你先毁了我！利益绑定的恋人，大难临头各自飞，这就是他们的结局。我是一个千亿总裁，谁曾想，就在苏婉和傅晨互相撕咬的时候，会议室外传来了警笛声，警方到了。苏婉、傅晨，你们涉嫌一起谋杀案，现依法对你们进行逮捕。苏婉，你涉嫌谋杀丈夫沈燕未遂、投毒、侵占他人财产，这是逮捕令。你有权保持沉默，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呈堂证供。沈燕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已经死过一次，拜你所赐。傅晨，你涉嫌谋杀沈燕未遂、洗钱、商业间谍，这是逮捕令。沈燕，你赢了，不是赢了，是正义赢了。苏女士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傅先生，你真的策划了谋杀吗？该结束了。苏女士，你要上诉的吗？苏女士，你要上诉吗？处理好了吗？周远山也已经办了离职手续，财务部那2个人也离职了，人事部的那个还想赖着。他说自己是通过正规社招入职的，给他2个选择，要么拿补偿，要么被查个底朝天。苏婉签的那几份外包合同，法务已经在做解约程序了。对方公司是傅晨的关联方，合同本身就不合法，不需要赔违约金。今天开盘涨了8%，几家大客户昨天发来邮件，说愿意继续跟我们合作。之前被傅晨抢走的那3个项目，有2个主动打电话来问能不能重新谈谈。看来他们也知道傅晨要完了，是已经知道了。傅晨的公司昨天申请了破产保护，没有银行愿意给他贷款，供应商堵在他公司门口要账，员工罢工，他已经没有翻身的可能了。苏婉那边呢？他被关在看守所，律师说他情绪很不稳定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说自己是冤枉的，说都是傅晨逼他的。检察官那边已经在走公诉程序了。那个5000万美金的海外账户查到了吗？还没有，那笔钱的防火墙做得极其严密，我动用了所有渠道，还是查不到源头。但我可以肯定，苏婉和傅晨只是棋子，真正的大鱼还在后面。那就继续查。沈总，老周，我来看看你。谢谢。不用谢我，该谢的是你。如果不是你那天跟我说那些话，我现在已经埋在土里了。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这卡里有500万，是你救我一命的谢礼，密码是你的生日。沈总，我做那些事不是为了钱，但你的女儿要上大学，你的老伴还要吃药，这些钱是让他们过好日子的。沈总，你也要好好活着。会的。沈总，那个苏婉她被判了20年。算了，不说这些。沈总，你往后要好好的。你也是，老周，有任何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。苏女士，苏女士，你要上诉的吗？苏女士，你要上诉吗？傅晨，你有什么要上诉吗？傅晨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所有恩怨尽数了结，可猎人那句莫名提醒，让我再次心生不安。那5000万美金的源头我还没查到，苏婉和傅晨背后到底还藏着谁？我明白，只凭苏婉和傅晨2个人，不足以完成整个计划。市面上你买不到，这东西的零件是军工级的。不是你赢了，只是我输了。背后的人
是谁？查到什么了？林氏家族信托基金，我找到了一个关联人。谁？暂时不能告诉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现在还不确定。如果我的猜测是对的，这个人你现在动不了。那我什么时候能动？等证据链完整的时候，沈燕，这件事比你想的要大得多。苏婉和傅晨只是最表面的那层，下面还有一层，一层又一层。那你告诉我，我要等多久？也许1年，也许10年，但我会查下去，直到把整张网都撕开。那就查。第1局结束，第2局开始。真正的棋局才刚刚开始。